經濟大勢如何研判？商海浮沉，幾人獲利？道之所傳，無往不利。特別邀請有幾十年投資商場實戰經驗嘅成功人士，以佢哋對中國國情嘅深度了解同把控，親自策劃同主導本節目，為你解讀而家經濟同市場嘅真實現狀。經商道。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經商道嘅談經論道。今日同大家講下當前嘅熱門話題。最近大學生喺鄭州騎車夜行，結果被封校封路，呢個背後到底觸動咗當局嘅邊條神經呢？下面我哋嚟講一下呢個最近熱門嘅社會問題。11月8號晚，超過10萬大學生踩住共用單車從鄭州去開封去食灌湯包。有開封嘅網民就話，佢同身邊嘅朋友都好歡迎鄭州嚟嘅大學生，覺得年輕人就應該咁樣嘅。但係呢個就觸動咗中共當局脆弱嘅敏感神經。河南省警方從週末起開始對鄭開公路嘅一段路段實施交通管制。共用單車公司就發佈公告話，佢哋嘅單車唔能夠跨境騎行，否則就會自動鎖車。而鄭州各個大學亦都發佈封校通告，勸阻同埋限制大學生離開校區。我哋嘅資深投資人就指出，只要整個社會基礎存在，你嘅經濟唔好，你嘅失業率冇改善，你呢啲問題唔解決，甚至係越嚟越嚴重，對後邊嘅影響就越嚟越大。唔知喺邊一日，大家就會換咗另外一種方式嚟到發洩情緒，或者係將訴求表達出嚟。中共將呢個叫做民間輿情。中共嘅一啲官員每日返工第一件事就係要睇秘書放喺佢哋台面上嘅輿情報告，然之後佢哋就會研究完咗之後就會做判斷，要封城啊，抑或封校。佢話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大學生夜晚踩單車去食灌湯包有咩問題呢？有咩咁唔正常，值得你政府大動干戈呢？請大家諗一諗35年前嘅6.4，各位投資人就話喺嗰個時候佢係親歷者，正喺度上大學。4月13號，胡耀邦一死，高校學生開始紀念胡耀邦。問題好簡單，一幫手無寸鐵嘅書生紀念前領導人又點樣呢？邊個能夠知道後嚟發生嘅事呢？呢啲中共官員嘅思維同我哋普通百姓以至全世界其他地方嘅正常官員民眾都唔一樣嘅。如果你唔去真正了解共產黨嘅本質，根本就睇唔明白，亦唔知道點解佢哋會咁樣做。共產黨員以及共產社會嘅人民，首先被要求嘅係絕對嘅服從。呢個係所謂組織路線嘅全部內容。你唔能夠話我有自己嘅觀點、自己嘅見解，唔會咁容易相信人哋講俾我聽嘅嘢，因為嗰個係黨唔允許嘅。中共嘅要求就係你要聽佢嘅，必須要絕對咁聽佢嘅，絕對服從，連心裏邊唔能夠唔服氣，你要心服口服。2016年，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就講過句話，叫做忠誠不絕對，就係絕對不忠誠。大家諗下呢句話有幾咁荒唐。2017年嘅冬天，當時北京針對所謂低端人口嘅驅逐行動喺社會上面引起軒然大波。所謂低端人口就係指低學歷、低收入、從事低端產業嘅人群。佢哋大多數係以擺攤、賣菜、送快遞等等為生嘅，就係城市百姓生活離唔開嘅。但係睇上去又好似係嗰種有礙觀瞻嘅。中共話你哋都係低端人口，首都北京唔需要你哋。咁中共喺清理低端人口嘅過程裏邊，毀咗幾多商鋪，閂咗幾多飯店，又閂咗幾多小企業，包括採取斷水斷電、斷供暖、限期搬遷、強行清理、行政拘留等等方式，切除咗呢啲人喺北京嘅生存機會。好多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你點解話趕人就趕人呢？但係呢個就係佢哋對待人嘅一個特點。我哋嘅投資人朋友就話，2022年疫情嗰陣3月上海封城之前，佢喺上海嘅朋友同佢話上海絕對唔可能封城。當時係西安喺度封城，佢話西安呢種地方就係屬於西北落後地區，佢哋嘅城市管理水準太差太落後。上海係全中國經濟最發達嘅城市，絕對唔會話封城就封城。但係佢冇諗到上海就係無預警封城，而且上海封嘅時間係最長最嚴厲嘅。佢嗰啲上海朋友都激死啦，佢哋冇諗到
呢位朋友話：我同佢哋分析完咗之後，佢哋就明白啦。你要從佢嗰個角度去諗佢會做嘅嘢，佢之前做過乜嘢？你唔好用正常人嘅角度去諗。北京話要驅逐低端人口，就將人哋趕出城，話唔俾你嚟就唔俾你嚟，話要建設雄安，然後就大手筆咁抌錢落去，抌人力物力，最後見到冇咩結果，算啦，就放咗喺度啦。你睇下雄安而家邊個仲會提呢？冇人提啦。呢個就係佢做事嘅一個特點。另外喺我哋之前嘅節目裏邊都分析過，中國嘅經濟唔係正常嘅市場經濟、自由經濟，佢完全係一種政治任務。你而家睇下中國大陸嘅新聞裏邊都講啲乜嘢？就係嗰種口號式嘅話，我哋一定要喺年底之前完成 GDP 增長5% 嘅目標。我哋喺年底之前要完成5%。我哋有信心，我哋都會決心去完成5% 嘅目標，都係喺度叫政治口號。所以你諗下佢嘅出發點係乜嘢？佢唔係用經濟手段去拉動經濟，但係佢唔拉動消費，中國經濟又點樣起嚟呢？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提醒一下我哋嘅節目唔係投資依據，請大家留意返。歡迎你點讚、訂閱、分享我哋嘅頻道，並且留言區留低你嘅睇法。多謝觀眾朋友，我哋下次再見。